在这个中央厨房，每天可以制作8000份餐盒送到小学的食堂，而这将会是一些学校从明年开始的用餐新方式。这些食物都是现场现做的，然后新鲜的送到每家学校。但这将改变我们的食堂模式，也让一些人担心，改用中央厨房之后，我们的食堂文化将会消失。有时学生不够钱啊，没关系，你剩下多少你放下，我加给你。我眼前的这些餐盒啊，从明年1月开始就会是这所小学食堂提供的午餐。让我们打开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里有印度风味的烤鸡饭、番茄酱烤意式蛋饼、日式咖喱鸡饭，还有鱼丸米粉汤。这些餐盒来自长城美华食品公司，他们会负责供应5所小学的食堂。新加坡全岛会有13所小学采用中央厨房的模式来解决学校食堂摊主不足的问题。但许多家长想要知道的是，这些餐盒到底是怎么准备的，营养健康是否达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长城美华首席运营官侯建祥带我来到他们的中央厨房。这里有一系列自动化设备来烹煮食材、炒饭，还有制作酱汁等等。这个是什么？这台机器是我们的特别的炒饭机，它一次过呢可以炒700到800人的炒饭分量。OK， 它这样的话要炒多长时间？我们用6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炒饭炒出来的。我们的食材有2个地方 supply 啊，一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中央厨房，我们准备好切好菜、洗好菜送进来直接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有供应链，所以他们也在支持我们在本地的一些采购。我们5点到5点半之间，我们就会开始准备我们的食物。我们大概在30分钟，学生休息前就会把食物送到学校。这些食物都是现炒现做的，然后新鲜的送到每家学校。这些餐盒首先会装在密封的黑箱子里，在恒温的条件下送到学校。它们会出现在像这样的食物柜，学生会拥有自己的餐卡，扫描之后就可以获得自己的餐盒。家长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提前1天为学生订餐。但除了保证食材的营养，中央厨房能否赢得学生的青睐，也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营养师跟我们的厨师，他们每天都在开会，在想怎么创造一些新的菜单，吸引小学生。当然，我们每个星期会推出不一样的。说整体来说，我们大概有5到60个菜单。根据这个教育局，我们是不可以超于2.7块，也就是说，我们的菜单所有的食物都是在2.7块以下。中央厨房听起来很不错，但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原有的食堂模式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转型呢？ From time to time, some schools have difficulty finding storeholders to fill vacant stores, and this may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in the future as more of the incumbent storeholders retire. 我在 MOE 招聘食堂摊主的网站上找到了这85则广告，他们都是从今年10月开始陆续收档，需要新的摊主来接手。我算了一下，这些学校最迫切要找的摊主，首先是清真认证的，占了40%，然后是卖面食还有米饭的华人食物摊主，占了22%，再来是日韩食物，占了13%。那素食还有饮料摊呢，反而是需求最少的。学校食堂的租金比外头便宜，那为什么他们反而找不到人呢？我找到在中学食堂卖杂菜饭已有15年的陈华珍，让他告诉我食堂摊主正在面对哪些困境。要养家是什么？其实做学校如果养家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种老一辈的 OK 了，如果年轻人呢是不可以了。他要打另外一份工。对，一定要打另外一份工。陈华珍告诉我，食堂摊主不好做有2个原因。首先是营业时间，除了学校假期以外还有每个学期的居家学习日，在这些日子里面，他们都做不了生意。另外就是食物的定价，学校也有严格的控制，
即便物价上涨啊，这里面的成本还是要摊主自己来承担。你看我手上啊，有这几个小学食堂最近发布的价格单，学生吃一顿午餐，平均价格在2块到2块半左右，而中学的价格稍微高一点呢，大概在3块4左右。在这样的价格下，留给食堂摊主的利润空间真的就不多了。我们的目的也是在学校做也是要服务了，有没有？让他们吃得饱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利润的关系啦。有时学生不够钱没关系，你剩下多少你放下，我加给你。学校食堂由摊主来经营的模式，早在1960年就由教育部正式推行起来。当时主要是为了制造一些就业机会，而且申请当摊主并不困难，只需要住在学校附近，做饭的水平也要求不高。但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社会也开始更加关心食堂的食物是否健康。2011年，保健促进局就开始在学校推行学校健康膳食计划。而类似的运动早就已经在全球各地推行。在2005年，英国就掀起了为我好运动，而在2010年，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健康与消除饥饿儿童法案，都在督促他们的食堂提高他们的营养标准。但英美与新加坡不同的是，他们大多采用中央厨房或者外包给配餐公司，让他们来承担相应的成本。那新加坡的食堂模式在其他地方反而是很少见的。而且买食材的成本要由摊主自己来承担。随着物价不断升高，这门生意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做了。如何保证食堂的食物既便宜又健康，同时保障摊主的利益，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There is now a shift towards fresher ingredien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better quality protein. All of this will cost more. The raw ingredients will cost more. So a centralized kitchen actually provides the scale of operation that brings down the operating cost through bulk buying of ingredients, through centralized cooking, and that actually means that the price per meal for each student can be managed, can be controlled while maintaining quality, diet quality. There is also a hybrid model where most of the preparation work, so the raw basics ingredients are bought centrally. The preparing is also done centrally, but all these processed ingredients or semi-cooked food are then sent to each school to finish up the last round of cooking and heating. And this also minimizes the amount of teams or manpower that is needed in the schools, in each school itself. 如果那个中央厨房他们讲了，他们可以在学校里面请你们当帮手，但是料他们买，你觉得 OK 吗？我感觉自己做会比较好自己做好你要煮什么，你自然而然的会去煮好像你人家叫你煮这些你不顺手有的人会喜欢可能会喜欢，除非你的工资很高可不可以同时食堂里面有摊贩，那另外一半是中央厨房？会比较没那么好，没那么好。对，为什么？因为竞争。这样的话就还是会减少你们的收入。对，因为去掉一半了吗？剩下一半还要不要吃还不知道嘞。就是他们不来吃嘞。我不是白做咯。但如果食堂文化真的消失了，我们恐怕不仅会让这些摊主失去工作，食堂留给学生的温情记忆恐怕也会跟着消失。因为他们孩子都交到学校来，我们做档口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这些孩子。有些学生都回来找我很多，有一次一大班，他会想念我的咖喱。我说你有搞错，外面也是有很好吃的咖喱，安迪不同，你的咖喱好不同这样咯。这样的成长我也是很感动，有没有？所以我就会能够继续这样一直在做下去，有没有？不舍得放。